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线上打假向阳，花新闻，利落干脆，丝毫不给媒体面子。由冯小刚导演、赵丽颖领衔主演的电影《向阳》花持续引发关注。据悉，该片将于2025年4月4日全国上映。近日，有媒体发布赵丽颖主演电影《向阳》花相关内容，其中提及赵丽颖对角色的看法。3月21日，赵丽颖截取一则赵丽颖与高月香超高契合度的新闻，并表示没接受过采访，假新闻。冯小刚电影官微发文回应。今日媒体方博文中领衔主演赵丽颖表示，她从高月香这个角色身上洞见了有棱角不一样的善良的表述，并非艺人接受媒体采访的表达，而是来源于3月19日片方发布的制作特辑中其他幕后人员的表述。影片主创目前尚未接受任何媒体采访。事件发生后，我们已经和各方积极沟通，厘清事件原委，积极解除误会。赵丽颖工作室转发表示，每一部作品都是全剧组人员的心血与付出，我们欢迎大家回归作品本身，理性探讨，求真求实，也期待电影上映以后每一位观众解读出你心中的高月香。赵丽颖在电影《向阳》花中饰演的善良坏女孩高月香引发热议。媒体大象新闻发了一条采访新闻，称赵丽颖与高月香有超高契合度，甚至还艾特了赵丽颖本人。赵丽颖网上冲浪的速度还是很快的，直接截图回应此新闻说没接受过采访，假新闻。这在线打假的速度也是够快的，现在的媒体都是怎么了？在没有采访的前提下，怎么都开始编新闻了？这不就是无中生有吗？胡乱编造一个新闻来博取热度，在文中还敢艾特赵丽颖本人，这家媒体也是真够大胆的。没想到赵丽颖丝毫不给面子，直接本人打假。不过，赵丽颖出演的《向阳》花电影确实受到了很多关注。赵丽颖每出一部作品基本上都是爆款，这就是赵丽颖本人的魅力所在吧。这个部电影的导演冯小刚首次透露，影片灵感来源于女儿冯思雨推荐的一篇小说，被主人公在绝境中依然保持锋利善意的特质打动。剧组为追求真实，深入监狱实地取景，采用手持长镜头拍摄，试图还原刑满释放女性重返社会的挣扎与觉醒。赵丽颖饰演的高月香是一位因筹钱为女儿治病而误入歧途的母亲，入狱后以暴制暴对抗人贩子狱友，出狱后又直面职场歧视与生活不公，展现出豁得出去的狠劲。赵丽颖在特辑中谈及对角色的理解，高月香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，她的善良不是软弱的，而是带着刺的。特辑中，赵丽颖素颜出镜，衣衫褴褛奔跑的镜头让观众直呼颠覆认知。为贴近角色，她提前3个月到农村体验生活，学习方言、手语及农活技巧，甚至在剧组日常交流中也坚持使用手语，带动全组人员被动掌握这项技能。导演冯小刚在特辑中盛赞其敬业，他把高月香的倔强融进了骨子里，连走路姿势都带着不服输的劲头。赵丽颖与角色的超高契合度也是被讨论的话题，其农村出身非科班逆袭的经历与高月香的底层挣扎形成镜像。2015年拍摄《花千骨》时，她曾因坚持不用替身从马背摔下，留下永久性腰伤。此次为演绎角色出狱后打工的艰辛，她在零下10度的片场反复拍摄徒手掏下水道的戏份，确实非常拼命。电影宣传期常存在2次创作采访现象，将演员在剧本为读会或日常闲聊中的只言片语，通过剪辑拼凑成独家专访。向阳花聚焦刑满释放女性群体，通过5位姐妹的救赎故事，探讨社会偏见、
生存困境等现实议题。高月香为女儿治病铤而走险的情节，折射出底层医疗资源短缺的痛点，而聋哑人设定、灰色地带的道德抉择等元素，更赋予影片强烈的社会关怀。冯小刚采用红黑撞色视觉风格，用阴郁监狱与金黄麦田的对比，隐喻向阳而生的主题，被影评人誉为国产女性题材的破冰之作。对于赵丽颖而言，这部作品承载着转型野心，从花千骨的仙侠女王到幸福到万家的农村媳妇，她始终在突破舒适区。此次彻底撕掉甜妹标签，以素颜、伤痕妆演绎硬核女性，被业界看作冲击电影奖项的关键一跃。2024年，她凭第20条中的哭戏斩获百花奖最佳女配角。此次能否凭借高月香实现电视咖到电影咖的跨越，成为清明档最大悬念。2. 赵丽颖狠人蜕变，向阳花直击女性命运，善良有止，忍让有度。2025年清明档最受期待的现实主义电影《向阳花》即将于4月4日登陆全国院线。由冯小刚执导、赵丽颖领衔主演的这部作品，以刑满释放女性重生为切口，讲述了一群底层女性如何在迷命中撕开命运的裂缝，用带刺的善良对抗世界的恶意。影片未映先热，仅预告片便斩获超3亿播放量，相关话题更是霸榜热搜，堪称年度女性力量银幕代表作。赵丽颖此次饰演的高月香，堪称其演艺生涯的又一次突破。角色因筹前为听障女儿安装人工耳蜗误入歧途，出狱后饱受社会歧视，却已豁出去，活下来得很近，干保洁、搬重货、试化妆品，甚至持刀反击无良老板。把自己当快铁的台词，道尽小人物的生存哲学。导演冯小刚坦言，这一角色的灵感源自女儿推荐的小说，他试图通过高月香的挣扎，展现不被善待之人如何识别善良的生命力。影片的真实感成为最大亮点。剧组深入监狱实景拍摄，手持长镜头记录铁窗内外的压抑与抗争。赵丽颖素颜短发，方言演绎的形象颠覆以往，与王菊、程潇等演员的对手戏更被网友称为全员狠人。一场酒瓶爆头戏份中，高月香与狱友黑妹兰西亚式的默契反击，将以恶制恶的生存法则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善良的锋芒正是全片的精神内核。冯小刚首次尝试全女性阵容电影，背后是对社会议题的深刻洞察。据统计，我国刑满释放人员在就业率不足40%，而女性因性别与历史污名面临双重困境。向阳花通过高月香与姐妹们的互助，既揭露了偏见与不公，也传递出自救者天助的积极信号。制片人左翼强调，影片并非单纯卖惨，而是试图探讨如何在绝境中保有尊严。从第20条到向阳花，赵丽颖正完成从流量花到实力派的转型。去年横扫各大奖项的她，此次挑战边缘人群角色，甚至为贴近人物学习手语，体验体力劳动。网友评价其表演眼神带刀，动作带血，与角色倔强底色高度契合。而冯小刚的镜头语言，则将这种个体挣扎升华为群体呐喊。海报上向阳重生的标语，恰似一记重锤，叩问着每个观众：当生活将你推入深渊，你是否敢向死而生？4月4日，这部带着血与泪的女性史诗即将绽放。它不仅是一场关于生存的狂欢，更是一面照见现实的镜子。正如赵丽颖在社交平台的宣言：命硬的人终会等到自己的光。或许向阳花要告诉我们的正是，真正的善良从来不需要以沉默为代价。